爱宝和姐妹俩正一起在小木床上睡觉。爱宝二胎后明显温柔了许多，想当年福宝想睡在小木床上都要经过爱宝的允许才行。辉宝坐起身给自己挠痒，这个样子已然有了一副大熊猫的样子。第二天，爷爷再来到房间时，看到正在睡觉的辉宝。就辉宝这个睡觉姿势来讲，这是宝家最正常的睡觉姿势了，人模人样的。爷爷表示，此时的辉宝离人类只差一个枕头，而瑞宝正在给妈妈做标记，想趁着妹妹在睡觉时把妈妈占为己有，而且标记的位置还必须是妈妈的脸。而对于辉宝，不管爷爷在旁边笑得多大声，辉宝都一点反应也没有，妥妥一个睡美熊。爷爷忍不住地欣赏着辉宝身体的各个部位，爷爷表示，辉宝身上每一个点都是完美的。爱宝在地上睡了一会儿，起身走向小木床。瑞宝看妈妈走了，也起身跟了上去。不过瑞宝没有妈妈腿长，上去的有点慢。虽然动作慢，但是瑞宝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成功爬了上去。瑞宝爬上去后，走到了妈妈和妹妹中间，母女排成一排，而爷爷嘴里的耶波耶波就一直没停过。在此之前，这种画面都需要姨姨们 PS 才能将其放在一起，没想到这次让爷爷和姨姨们看到了不用 PS 的画面。一会儿爷爷离开，再次回来时，辉宝又爬到栅栏上当蜘蛛侠了。辉宝这蜘蛛侠花样越来越多了，直接侧躺在了栅栏上，直接超越爸爸和福宝姐姐。又一天下午，爷爷来看姐妹俩，此时辉宝和瑞宝抓着妈妈的竹子仔细闻着，辉宝咬着中间，瑞宝抓着末端。下一秒，瑞宝松手了，辉宝一下从小木床上翻了下去，一个180度转体，重重的摔到了地下。一会儿，辉宝重新爬上小木床，辉宝爬床全靠上肢的力量，手臂一撑就上去了。辉宝跑到小木床上后，瑞宝将妹妹搂进怀里，对其进行着安慰，满满的姐妹情深。宝正在偷偷体验福宝姐姐的体检台，不知道此时的福宝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爷爷是征得了福宝的同意的。早上爷爷来给福宝测量体温以及投喂每日的小苹果，以此来补充福宝所需的维生素。爷爷问福宝把体检用的检测台借给妹妹们用一下好不好？福宝点头答应，表示让爷爷随便用。福宝作为宝家的大姐，属实很有格局，检测台和妹妹们把爷爷抢走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如果爷爷再给妹妹们做个新的，那爷爷又少了很多陪伴自己的时间。而爷爷见辉宝和瑞宝始终没有掌握体检台的正确使用方式，爷爷拿着辉宝的小手做示范，但辉宝的小手有点短，根本够不着，感觉和两只熊猫宝宝相比，宋爷爷玩得更开心一些。而这算是爷爷给瑞宝和辉宝上的早教课了。辉宝和瑞宝上完课后，来到竹子堆里玩耍。辉宝抓着栏杆和爷爷打招呼，但是没有站稳，摔倒了。而躺着的瑞宝则用脚踢开辉宝，表示让辉宝离自己远一点。不过从这个角度看上去，辉宝比瑞宝白一点。在此之外，江爷爷在这周的节目里还分享了乐宝的日常。江爷爷讲解道，此时乐宝吃的竹子名叫王竹，而乐宝此时正在吃的是王竹开花后剩下的花蕊。江爷爷走之前留下嘱托，表示让乐宝吃完后给自己发信息，自己给乐宝开门回家。一会儿，乐宝给爷爷来了个心灵感应，爷爷给乐宝把门打开，回到了室内。爷爷说乐宝今天食欲不错，表示乐宝的小肚子都鼓起来了。而福宝这里，爷爷表示福宝最近的荷尔蒙在发生变化，因为福宝现在是一只成年大熊猫了，或许福宝是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发情期，但福宝今天的食欲也很不错，爷爷表示很开心。而晚上下班后，江爷爷还来到房间给福宝按摩了一下身体。辉宝真是可爱，爷爷一叫辉宝就倒。爷爷表示辉宝摔到了妈妈的屁股下面，辉宝如果不快点坐起来的话，可能会被妈妈压扁，这给辉宝吓得立马起身爬了起来。一会儿到了两只熊猫宝宝的吃饭时间，辉宝和瑞宝趴在妈妈的肚子上吃着奶。此时爱宝的肚子就像是辉宝和瑞宝的小餐桌，辉宝吃奶很是安静，像是睡着了一样，而瑞宝吃饭则是东倒西歪的挑选着吃。瑞宝和辉宝吃着吃着，忽然听到了一声巨响，是爱宝放屁了。瑞宝似乎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声音，或者闻到什么气味，抬起头询问妈妈怎么回事。瑞宝好像被妈妈的屁熏晕了，而紧接着辉宝也不吃了。爱宝有点尴尬，不想给辉宝和瑞宝喂奶了，走到一旁去睡觉。辉宝很懂事，没有去给妈妈添乱，而瑞宝没有眼力劲儿的往妈妈身边爬去，直接爬到了妈妈的身上，给妈妈压在了身下。爷爷在一旁对瑞宝说，让瑞宝乖一点，让妈妈好好休息一下。而辉宝为了让妈妈好好休息，给姐姐压到身下，就给其揍了一顿，表示让姐姐懂点事儿，乖一点。宋爷爷看瑞宝和辉宝
刚才没有吃饱，便又拿来奶粉给辉宝喂食。辉宝吃完奶后不想抬头，像是要给盆里的奶全部舔干净，一滴也不想浪费。一会儿到瑞宝吃奶了，瑞宝没有了刚才吃妈妈奶水时的调皮，而是一直埋头炫奶，一直没有抬头。爷爷夸瑞宝的眼睛天真无邪，很漂亮。而现在辉宝和瑞宝这个状态，想必已经可以去室外玩耍了吧？姨姨们都开始期待爷爷们手忙脚乱收熊的样子了。辉宝呼哧呼哧的跑到通道门口，然后在通道门口停了下来，等待着姐姐和妈妈。等妈妈和妹妹一起赶到通道门口后，母女三雄一起走出通道门，来到室外园区。辉宝对室外园区越来越熟悉了，而瑞宝还停留在观察通道门口的阶段，一有不适就往家跑。而辉宝则在园区开始四处观察，在园区留着自己的气味。而此时宋爷爷正在旁边守着瑞宝和辉宝。辉宝穿梭在草丛中，身边的小草和小树被辉宝衬托得很大，就像是身在树林一样。爱宝看到瑞宝和辉宝不敢上前，便来到门口引领瑞宝和辉宝。有了妈妈在身边，瑞宝和辉宝便变得胆大起来，开始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姐妹俩一熊一边，仔细观察着室内园区的角角落落。辉宝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练习着攀爬，等辉宝能爬到小亭子上时，也就意味着爱宝的窝头和胡萝卜要危险了。瑞宝到时就可以偷吃妈妈的小零食了。而瑞宝这里在园区转着转着，来到了爱宝的身边。瑞宝让妈妈陪陪自己，但爱宝忙着吃饭，让瑞宝自己玩。瑞宝只好转头去找妹妹。现在室内园区对瑞宝和辉宝来说就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一会儿，爱宝去到饮水盆前喝水，姨姨们能看到辉宝此时在哪里吗？辉宝藏在了妈妈身后的小泳池里。瑞宝和辉宝一圈玩下来，身上便搞得脏兮兮的了，有福宝姐姐当年挖煤时的样子了。想必很快瑞宝和辉宝就可以继承福宝煤球公主的称号了。一会儿爱宝往家走去，而作为爱宝跟屁虫的辉宝跟着妈妈的步伐乖乖的走了回去。辉宝也太让爱宝和爷爷省心了，简直不要太乖巧。爷爷甚至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爷爷紧跟其后，给瑞宝也带了回去，将瑞宝放在门口后，瑞宝也乖乖的走了回去。不过没一会儿的功夫，姐妹俩又折返了回来，但此时通道门已经关上了，姐妹俩则直接蹲坐在通道门口玩耍了起来。昨天将爷爷拿着一块浴巾，正在为姨姨们表演着大变活熊。将爷爷把浴巾拿开，辉宝就被变了出来。姨姨们捧场道，夸奖爷爷这个魔术真神奇。爷爷拿着浴巾给变出来的辉宝擦拭着身体，将爷爷给辉宝擦完身体后，拿着浴巾去到了瑞宝身边，打算再给姨姨们表演一个大变瑞宝。当下午姨姨再次排队来看福宝一家时，福宝正在树上睡觉。宋爷爷给福宝送来了窝头和胡萝卜，想着让福宝一会儿醒来的时候吃。而今天姨姨依旧是起了个大早来看福宝一家。当姨姨来到园区时，辉宝和爱宝母女俩正趴在滑梯上享受着这安宁的熊生。爱宝在左，辉宝在右。不过辉宝躺了没一会儿便开始折腾，像极了不爱睡午觉的小孩，小脑袋里只想着玩点什么好。而这时的福宝正在室外营业，在园区转来转去。由于瑞宝和辉宝出门营业后，爱宝乐园的游客人数再次刷新了记录。而现在福宝室外园区的观看时间也被限定在了5分钟。姨姨在福宝园区观看了福宝5分钟散步的样子，然后重新去排队。姨姨这一次排队排了240分钟。等来到园区时，爱宝已经带着瑞宝、辉宝回家了，而福宝此时正在树上挠痒，江爷爷则在旁边为福宝收拾竹子。等江爷爷收拾完竹子离开后，福宝没一会儿就趴在树上睡着了。福宝的睡姿看上去很享受。今天的辉宝又被妈妈强行宠溺了。早上姨姨早起赶了班公交，来到爱宝乐园时是10点半。此时爱宝乐园还没开门，不过没一会儿，时间到了，爱宝乐园开始检票。姨姨进园区后，便以自己最快的时速跑向熊猫馆，在姨姨的努力下，成功赶上了第一波观看的队伍。此时瑞宝正趴在妹妹的屁股后面咬妹妹的尾巴，像是在说快点爬，不玩就下去。辉宝听到了姐姐的催促，用力的向前折腾了2步。这时刚好碰上了迎面走来的爱宝。爱宝见姐妹俩玩得正开心，没有去扫姐妹俩的兴，而是主动从独木桥上下来。爱宝走到小亭子旁闻了闻，然后来到小亭子上，蹲坐在小亭子边上，翘起尾巴对着姨姨开始方便。画面太美，姨姨怕观看的姨姨们承受不来，便给镜头拉远了。爱宝方便完离开此地。此时的瑞宝顿感无语，妈妈是拿自己这个地方当厕所了吗？上完就走。江爷爷这时给爱宝送了一捧新竹子过来，而爱宝这边又宠幸上了辉宝。爱宝抱着怀里的辉宝，一滴溜给其扔到小滑梯上。爱宝表示生孩子就是用来玩的，
爱宝枕在辉宝的小屁股上，感觉还很温馨。而辉宝表示：“你说温馨的时候，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爱宝看辉宝这般难受，便放开辉宝，让辉宝自己去玩了。此时5分钟时间到了，工作人员开始引导依依去室外园区，连爱宝都听见了。爱宝还回头查看。依依跟着工作人员的指引来到了室外园区。此时福宝正在室外园区遛弯。福宝这现在也过上了退休后老大爷般的生活，而此时真的大爷正在隔壁努力营业，养家糊口这一块儿还得是乐宝呀。刚夸完，乐宝就乐颠颠的跑回了家，一边跑一边喊：“下班喽！”连头都不带回的。这是爱宝一家1月23日的一天，此时的爱宝正在陪姐妹俩睡觉，母女3个一起趴在小滑梯上睡觉的样子，看上去既温馨又可爱。等爱宝睡醒，爱宝在小滑梯上给自己舒展了一下身体，而瑞宝则给自己舒展了一下小尾巴。爱宝舒展完身体，来到小木床上，站在小木床边方便了一下，然后又重新回到了小滑梯上。爱宝给瑞宝挪了挪位置，给自己腾了个空出来，然后又躺下了。瑞宝见妈妈躺下，主动给妈妈腾地方，而爱宝则一把给瑞宝搂进怀里，让瑞宝小心一点，别掉下去了。姐妹俩的小细节，爱宝都看在眼里。陪了一会儿瑞宝后，爱宝又去到了小木床上陪辉宝。爱宝来到小木床上，给辉宝叼了起来，将其放到了小滑梯上，想让姐妹俩在一起玩耍，这样自己照顾起来也方便。辉宝跟妈妈不断折腾着，而瑞宝此时就是个局外熊，事不关己，美美的睡着觉，根本不受妈妈和妹妹的影响。而爱宝看辉宝就是不想上去，只好又将其抱了下来。给姐妹俩安排完，爱宝也要去安排自己了。爱宝去到了小亭子上吃竹子，放任姐妹俩在小滑梯上玩。辉宝爬到了树上，而瑞宝则在小滑梯上。瑞宝眼前的这2个小圈圈越来越明显了。这时宋爷爷拿着工具走了进来，恰好此时辉宝给自己摔到了小木床上。辉宝看到爷爷来了，都不扶一下自己。辉宝生气了，跳起来问爷爷，自己不是宝贝孙女了吗？此时宋爷爷手里全是活，表示让辉宝等一等自己。宋爷爷打扫完小木床，立马去忙别的。等宋爷爷再次回来时，想必是忙完了，拿来手机记录着姐妹俩玩耍的样子。而此时的辉宝还没有消气，根本不想理爷爷，反而瑞宝此时独得了爷爷的恩宠。而宋爷爷心里还是有辉宝的，因为虽然瑞宝在身边，但是手机拍的都是辉宝。辉宝在独木桥上折腾来折腾去，最终给自己从独木桥上摔了下去。宋爷爷看到后，立马抱起瑞宝去找辉宝。早上爱宝正在园区吃早饭，瑞宝、辉宝正在园区各自玩耍着。爱宝吃饱后去到饮水盆前喝水，辉宝则又爬上了福宝姐姐上树用的独木桥。爱宝早饭过后回家休息，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替爱宝带娃。江爷爷站在滑梯上逗瑞宝玩滑梯，江爷爷率先滑了下去，让瑞宝跟上自己。瑞宝连跑带滑的溜了下来，接着江爷爷2个小碎步又跑了上去。瑞宝现在腿稍微有点短，半天跟不上爷爷的步伐，但瑞宝想和爷爷一样反向爬滑梯。瑞宝想直接从滑梯的中间爬上去，瑞宝一顿折腾还真的成功了。聪明的瑞宝小手一边抓着滑梯一旁小腿努力的往上攀登。就在瑞宝马上成功登顶时，江爷爷伸出了罪恶的小手，给瑞宝又推了下去。江爷爷什么时候跟宋3岁一样了？指定是宋3岁带的。滑下去的瑞宝不再从小滑梯上往上爬，而是改道爬到了小木床上。等瑞宝来到小木床上后，江爷爷又下去了。瑞宝被爷爷逗得气喘吁吁的，走路都不稳了。一会儿，瑞宝和辉宝开始一起在江爷爷身边环绕。辉宝给爷爷撵到了独木桥上，瑞宝看到后立马从滑梯上滑了下来，也过来和爷爷玩。辉宝看到姐姐跟爷爷玩后，高冷的去到了一旁的小亭子上。而江爷爷看到辉宝跑走后，开始在独木桥上呼喊着挥挥挥，再次给辉宝吸引了回来。辉宝通过独木桥走向爷爷。虽然辉宝现在走独木桥还不是很稳，但安全意识很足，每次要摔倒时就立马趴下抱住独木桥，不过也有来不及的时候。而瑞宝自从体验过滑梯的正确打开方式后，似乎喜欢上了玩滑梯的感觉。姐妹俩玩转着园区的各个角落，而此时的爱宝则正在爷爷的通道门口趴着。辉宝在小亭子上面，瑞宝则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给自己摔来摔去。瑞宝从爬梯上摔下去后，小表情依旧不失可爱。姐妹俩相互陪伴，互相玩耍着，尽显岁月静好。辉宝犹如火箭发射一般冲下了滑梯。本来爱宝正和瑞宝、辉宝在小滑梯上睡得正香，爱宝翻了个身后，不知为何辉宝的身子开始向前前倾。不过此时辉宝还没醒，好像还在做梦，正吧唧着嘴，应该是在梦里梦到盆盆奶了吧。一会儿辉宝感觉到了不舒服，
起身想给自己换个地方，但爱宝挡在中间，辉宝哪里也去不了，只能老老实实的趴在小滑梯上。但小滑梯太滑了，辉宝一点一点的从滑梯上溜了下去。或许辉宝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掉下去时表情一点变化也没有。辉宝从小滑梯上滑下来后，爬上了小独木桥，然后往小亭子上走去。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辉宝总是喜欢和妈妈姐姐分开睡，喜欢单独睡在小亭子上，因为滑梯平台上容不下3只熊。一会儿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爱宝开始吃刚才还没吃完的竹子，姐妹俩则自己坐在一旁玩耍着，不去打扰妈妈。辉宝这时又爬到了树上，不过辉宝现在只学会了如何上树，对于下树现在只能用摔下来的方式。在小树上玩耍完后，辉宝钻到了爷爷刚栽种的油菜花丛里。小小的辉宝钻在油菜花丛里，给油菜花衬托的大大的。辉宝起身一个熊扑，直接给油菜花压在了身下，然后踩在油菜花身上爬了过去，给爷爷看得心惊胆战的。一会儿送爷爷出来收熊，辉宝看到爷爷来了，跑到爷爷身边和爷爷玩耍。爷爷伸出手想和辉宝击个掌，辉宝没领会爷爷的意思，而是露出了自己奶凶的小牙，想吓一下爷爷。在宋爷爷的不断引导下，辉宝总算明白了爷爷的意思，伸出手和爷爷成功击掌，而爷爷趁机抓住辉宝的小手，将其抱进怀里带回了家。走前，爷爷举起辉宝，让辉宝跟姨姨们说再见。姐妹俩回家后，福宝走出园区。福宝今天后背上有一块大大的青团污渍，想必福宝昨天晚上是又睡在自己的青团里了吧。福宝径直穿过室内园区来到室外。来到室外园区后，福宝坐在自己的小木床上吃起了窝头。福宝吃完窝头，福宝蹑手蹑脚的来到了小躺椅上，下一秒福宝蹲在小躺椅上直接铲起了青团。今天爷爷给双胞胎姐妹俩在小泳池里放了一点水，姐妹俩闻着味儿找了过来。姐妹俩在这点小水渍里面玩得很是开心，虽然身上弄得湿漉漉的，但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这样也相当于洗了个澡。一会儿爷爷拿来毛巾给其擦干，脏兮兮的姐妹俩就会重新变得白净。双胞胎晚上下班回家，爷爷正在给其冲奶粉，而此时的爱宝也等不及了，发出声音表示让奶爸赶紧送竹子过来。一会儿姐妹俩吃完盆奶，在小床上玩耍了起来。辉宝躺在小木床上，脚上还踩着姐姐的头。瑞宝已经被辉宝挤到即将要掉下床的地步了，瑞宝小脚紧紧蹬着栅栏，防止自己真的掉下去。第二天姐妹俩上班营业，姐妹俩今天的心情明显不高，小年纪便已经讨厌上了上班的感觉。爷爷走上前哄着姐妹俩，表示让其出来玩一会儿。在爷爷的哄劝下，瑞宝跟着爷爷跑了出来。瑞宝今天的状态更亢奋一些，追着爷爷四处跑。而今天的辉宝则又变得娇羞起来，躲在通道门后面，爷爷怎么哄都哄不出来了。每次爷爷以为辉宝就要出来时，辉宝就又转头走了回去。爷爷掏出秘密武器，把自己的皮靴脱了下来。爷爷将皮靴丢给辉宝，想用皮靴引诱辉宝出来，但辉宝一直在注视着通道门里面的景象，迟迟不想出门。爷爷拿着皮靴来回摇晃，不断吸引着辉宝的注意力。在爷爷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辉宝总算注意到了爷爷的皮靴。辉宝来到皮靴前玩耍，爷爷拿着皮靴想引诱辉宝来到室内场地，但聪明的辉宝明显不上当，甚至还给爷爷的皮靴拖到了通道门里面。辉宝想在通道门里面玩耍，宋爷爷来回跑来跑去，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了，心想只能上科技了。宋爷爷给辉宝引出来后，给闸放了下来，通道门关上了。这下辉宝想回也回不去了。但是辉宝今天的营业状态全靠爷爷的皮靴支撑着，爷爷给皮靴拿走，辉宝就不高兴，爷爷只好将皮靴给辉宝，让其玩耍。一会儿不远处的瑞宝也跑了过来，瑞宝和辉宝上演了一场小皮靴抢夺战，谁也不想给谁。今天爷爷给瑞宝和辉宝的盆奶拿到了园区里来吃，这还是姐妹俩第一次在园区吃盆奶。想必爷爷们是因为心疼爱宝，所以才这样的。因为福宝隔离后，爱宝现在就要营业一整天了，再加上还要带孩子，同时还要给2个孩子喂奶，爷爷怕爱宝吃不消。因为姐妹俩现在的活动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也越来越调皮，现在都敢顶撞爱宝了，不再是只会挨揍的小熊猫了。只是现在和妈妈的实力比较悬殊，想打又打不过。但姐妹俩现在打不过，懂得要跑了，开始和妈妈打游击。妈妈累了就上去折腾妈妈，妈妈恢复体力，自己就转头就跑，跟妈妈打得有来有回。所以这才在园区里额外给姐妹俩加餐，这样姐妹俩吃饱后便不会再折腾爱宝了。爷爷们真是站在动物的角度上替他们考虑啊，没有一味的将他们当成挣钱的工具，而是在真真切切用自己的感情去照顾他。就这样，瑞宝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吃饱了，姐妹俩现在真的过上了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瑞宝喝完后，将爷爷给其擦了擦嘴，然后离开。姐妹俩现在不仅爱宝看了头疼，爷爷们也开始头疼了。园区开始出现姨姨们之前想看的满园区抓熊的画面了。爷爷和辉宝在园区的草地上打闹，辉宝在爷爷手里像是个皮球一样被爷爷推来推去。相比于爱宝的抗击打训练，爷爷这两下只会让辉宝感到开心，不会感到疼痛。辉宝被爷爷推开后，不服气的继续扑向爷爷。辉宝死缠烂打的抱住爷爷的大腿，将爷爷想拉都拉不开。就算给辉宝弄开，辉宝也会紧接着再爬起来去追爷爷。将爷爷这欲擒故纵的手段，想必是从福宝那里学来的吧。跟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将爷爷拿来扫把，给爱宝收拾铲在园区里的青团。而辉宝这时看到爷爷又来了，又激动地跑了过去，跑到一半还差点给自己摔下去。辉宝喜欢黏着爷爷，而且对于爷爷的捉弄也不抗拒，反而感到很开心。不出意外的话，韩国姨姨们不会再从韩国看到福宝营业了。今天饲养员们就连园区营业时间的告示牌都给换掉了，饲养员们将福宝的名字去掉，改成了瑞宝和辉宝。而韩国的大熊猫故事将由瑞宝和辉宝负责延续。首先延续的就是福宝姐姐的调皮跟妈妈抢饮水盆的习惯，从福宝延续至今。想当年，福宝为了和妈妈抢饮水盆，给妈妈的屁股都快薅秃了。当时爷爷喊爱宝快躺下用来防御，但福宝给妈妈的毛啃下来后，爷爷又改口让爱宝大度一点，表示爱宝反正都要换毛。而现在的爱宝有了之前的教训，现在姐妹俩跟着自己的时候，爱宝就会喊奶爸快给辉宝带走，太烦熊了。而在昨天将爷爷在搬走福宝躺椅时，说明天爱宝会来室外园区。在今天姨姨去看爱宝，果真来到了室外园区。上次爱宝在室外园区玩耍还是在去年的夏天，爱宝与室外园区时隔1年后再次相见，满满的都是熟悉的气息。而在昨天爷爷们给福宝的吊床和小躺椅拆走时，福宝的别墅立牌还留着。爱宝凑上前仔细嗅着立牌上的气味，不知道爱宝在闻到气味后是否能想起之前和福宝小时候度过的快乐时光，是否还记得他的大女儿福宝。曾经的福宝陪伴爱宝度过了一段孤寂的时光，让爱宝的生活中多了一个伴儿，每天一起上下班，一起打闹。虽然有时爱宝也会烦躁，但这却让爱宝多了一份生活中的快乐。爱宝今天在小亮台上闻过福宝气味后，开始往下爬去，只不过爱宝对小亮台不太熟悉，尝试了几下都失败了。爱宝小心翼翼地重新爬上去。而接下来韩国的姨姨们将由瑞宝和辉宝陪伴了。今天的瑞宝也异常的宠粉，来到玻璃前和姨姨们不断的打招呼问好，像是在邀请姨姨们进去玩，也像是想和姨姨们出去玩。相信瑞宝和辉宝会重新治愈姨姨们的。此时瑞宝和辉宝都在攀爬小亭子，瑞宝想往上走，辉宝想往下走，但小爬梯只有一个，辉宝选择走，和辉宝同时钻进了滑梯缝里。姐妹俩努力攀爬着，此时半个身子都在滑梯缝里的瑞宝用尽了全身力气，想从滑梯缝里爬出去，但瑞宝越用力越往下掉，而辉宝这里则是一直倒立着，同样的，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姐妹俩此时的这个姿势放在整个熊猫界也是相当炸裂的。辉宝整个身子都钻了下去，唯独剩下双脚还在爬梯上，下一秒辉宝一侧身刚好压在瑞宝的小脚上，这下好了，瑞宝想出去更难了。经过姐妹俩几番折腾，姐妹俩回过神来，发现彼此居然还在原地。而在上午时，园区里还是一番温馨且治愈的画面。爱宝吃着竹子，瑞宝和辉宝自顾自地在小亭子上玩耍着，一副有爱且和谐的画面，像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一般。一会儿，等下班点到了时，宋爷爷来到了园区接姐妹俩下班。辉宝抱着爷爷的胳膊撒起了娇，跟爷爷卖弄着自己的可爱。平时园区的小霸王在爷爷身边也成了娇滴滴的小公主。而一旁的瑞宝表示根本没眼看，独自抱着眼前的大木头啃咬着，嘴上还喃喃道：我才不生气呢，我一点醋也没吃，我都7个多月大了，不再是小熊猫了，才不需要爷爷陪呢。瑞宝一边说一边向爷爷走去，表示自己也想要爷爷抱抱，嘴上很强硬，身体很诚实。宋爷爷将姐妹俩一起抱在怀里，骄傲地举起姐妹俩，跟姨姨们展示了一番，然后给姐妹俩带回了家。姨姨再一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来到了园区。此时福宝正坐在小亭子上吃竹筋，大根的竹子，福宝有点不知如何下口。福宝将手上的另外一根先放下，结果却一不小心掉了下去，还给福宝吓了一跳。早上将爷爷上班后，便开始忙碌，将爷爷拿来梯子修剪小树。
同时还有圣希阿姨。圣希阿姨是2个爷爷最得力的助手。瑞宝看到爷爷路过，还用小手拦住爷爷和爷爷打招呼，很快将爷爷修剪完小树离开。激动的瑞宝顺着树干摔了下来，直接栽在地上不起来了，应该是摔懵了。而辉宝则像是小汽车上的弦一样，在园区跑来跑去。将爷爷放下梯子后，再次返回园区，拿来工具收拾刚才爱宝产的青团。辉宝调皮的在小木床上连蹦带跳，将爷爷学着辉宝的样子迎合着辉宝。爷孙俩玩得很开心。辉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来到了瑞宝身边，给姐姐头上来了2巴掌，转身又跑了。辉宝总是欺负瑞宝好脾气，将爷爷打扫完园区，又来到园区和姐妹俩玩耍。辉宝这时爬到了小树上，不过此时辉宝的位置有点尴尬，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而爷爷一边给其录像，一边躲避着脚下瑞宝的攻击，根本腾不出手。最后辉宝实在坚持不住了，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江爷爷此时看起来很忙，不过江爷爷这嘴角一直上扬的样子，看得出江爷爷玩的也很开心。一转头的功夫，辉宝又爬到了独木桥上，想必很快辉宝就可以爬到小树的顶端了，到时候就可以和福宝姐姐一样，体验在小树上睡觉的感觉了。早上爷爷来到双胞胎姐妹俩的房间，给姐妹俩送早餐。辉宝听到爷爷叫自己起床的声音后，率先醒来。辉宝走到爷爷身边，开始自己的美味早餐。辉宝吃上饭后，爷爷来到瑞宝身边，在瑞宝身上寻找开机按钮。而隔壁房间的爱宝此时也醒了过来，看着奶爸为自己的孩子忙碌着，爱宝此刻的幸福感爆棚。爱宝看了一眼，转头继续睡觉。而江爷爷则开始了自己的带娃时间。爷爷摸着瑞宝的小肚子，一旁的辉宝看得都吃醋了，表示自己也要。吃饱后的姐妹俩开始在小木床上玩耍，瑞宝躺在辉宝的身上，很是享受。爷爷说瑞宝很会生活，只是当时熊辉宝不太愿意。姐妹俩吃完饭后，爱宝开始带姐妹俩出门上班。爷爷给通道门打开后，瑞宝和辉宝立马冲出房间，姐妹俩比赛看谁跑得快。爱宝现在完全将双胞胎托管给了奶爸，自己根本不用操心，只需要享受生活。而姐妹俩随着长大则越来越调皮，有些事故也都是在爷爷意料之外的。瑞宝上一秒还好好的坐在小爬梯上，下一秒就掉了下去，任谁都会猝不及防。将爷爷立马心疼的走上前，给瑞宝抱起，检查瑞宝摔坏了没有，顺便给瑞宝清理一下身上沾的灰尘。晚上下班后，爷爷再次来到房间，看姐妹俩在干嘛。辉宝此时正在小木床上研究竹子，瑞宝正在床下躺着玩耍。辉宝听到姐姐发出的声音后，爬到姐姐身边，下一秒姐妹俩不知哪个地方又没看对眼，直接打了起来。一会儿姐妹俩都爬到了小木床上，姐妹俩为了一根竹子又抢了起来。虽然此时辉宝的屁股下面还有很多竹子，但姐妹俩一致认为自己手里的这根最好吃。爷爷问爱宝要不要管管，而爱宝的眼睛里则透露出一副自己已经置身事外很久的样子。辉宝要趁妈妈出来之前给妈妈的胡萝卜吃掉。今天下午爷爷给爱宝放置完竹子后便离开了，而辉宝这时从竹子堆里找出了妈妈的胡萝卜。辉宝抱着妈妈的胡萝卜卖力的啃咬着，不过辉宝现在的小牙根本奈何不了胡萝卜，但辉宝通过舌头能够感受到胡萝卜是甜的，便不想将其放开。辉宝抱着胡萝卜啃来啃去，对其爱不释手，在辉宝不懈的努力下，还真给胡萝卜啃下来一小块。看样子再过不久，爱宝的小零食就会经常出现失窃的现象，到时姐妹俩轮番偷吃妈妈的小零食，等晚上爱宝就会质问奶爸，为什么今天的小零食少了这么多。很快爱宝从室外园区回来了，此时瑞宝还一无所知。爱宝走上前，一把给胡萝卜从辉宝手里抢了过来。爱宝心想，自己再晚点来，胡萝卜都快被啃完了。一会儿下班点到了，宋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此时瑞宝正在小亭子上睡觉，爷爷给瑞宝转了个身，让瑞宝面朝姨姨们，让姨姨们看看瑞宝这可爱的模样。爷爷捂着瑞宝的小眼睛，对瑞宝说，猜猜我是谁。瑞宝一猜就是宋爷爷，因为江爷爷成熟一点。宋爷爷拿开手后伸了个懒腰，这娇滴滴的模样简直要萌化游客们了。过了一会儿，瑞宝醒后，宋爷爷给瑞宝抱在了怀里。瑞宝这个样子真的跟一个小孩没有什么区别，可可爱爱的。宋爷爷抱着瑞宝来到独木桥前，然后坐在了独木桥上跟游客们打招呼。爷爷让瑞宝跟姨姨们说自己要下班了，跟姨姨们说再见。瑞宝跟爷爷撒娇想快点回去，跟游客告别完后，爷爷抱着瑞宝离开。路过辉宝时，辉宝看着眼前这甜甜的爷孙俩心生醋意，比妈妈刚才抢了自己胡萝卜还难受。
瑞宝今天爬上了福宝姐姐的大树，以后福宝不会再出现在园区了。而瑞宝这在树上的样子，像是福宝的接班人，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大熊猫出现在这棵树上，但不会再是福宝了。瑞宝在小树上仔细嗅着上面的气味，瑞宝微笑的小脸看上去很开心。不知福宝有没有在小树上留下写给妹妹的信件？如果有的话，福宝应该会说，让2个妹妹照顾好妈妈，爷爷们也老了，不要太调皮。园区外如果有姨姨和自己挥手打招呼，记得要回应。福宝的叮嘱就像是远行前妈妈对自己孩子的叮嘱。而眼前这棵小树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和改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最开始时，这棵小树只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杈，后面爷爷们觉得小树太单调，于是将爷爷亲自挑了一棵大树，将其砍断，然后在园区数名员工的努力下，将这棵大树搭在了福宝2棵小树之间，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木桥。不过独木桥有了，但福宝面对这独木桥有点不太敢走，而且如果一不小心还有掉下来的风险，所以福宝只敢躺在上面。将爷爷发现了福宝这一现象后，便给独木桥中间部分给其进行了加宽，这样缩短了福宝攀爬独木桥的距离，从而还可以让福宝爬到一半时休息一下。而有了这次改造后，福宝在独木桥上也变得大胆起来。就这样，福宝在这根独木桥上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直到瑞宝和辉宝长大，来到室外园区玩耍。爷爷们给福宝树上的独木桥拆了下来，放在了小木床与小亭子之间，这便是现在的模样。而现在，不光小树发生了变化，树上的熊也变了。树上的熊不会再是福宝了，以后上面的可能是辉宝，也可能瑞宝亦或是爱宝。瑞宝坐在树上这惬意的样子，看来瑞宝这是做好接任福宝姐姐做园区大姐的准备了。